各位好，我是大宇，欢迎来到227玩家。今天这个视频，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买了一台 iPhone 15 Pro Max 当做相机。9月呢，苹果发布了最新的 iPhone 15系列。9月底呢，我也拿到了 iPhone 15 Pro Max。在我使用了10多天之后，我就觉得后悔了，并且我也做了一个视频，因为我是在官网买的，官网的售后政策还挺好的，我退掉了它。那退掉它之后，我就决定用这个退回来的这11999块钱买一台相机。那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再追加个2000块的预算，看看能不能买一台这个索尼新出的 A7C2。那现在想想呢，我真的是太天真了我甚至再加更多的钱想买套机都没有货看着第三方让人实在是不爽的价格，不带票都要14500块钱起我就决定算了我再看一下其他的相机。那当时我首先考虑这台 A7C2 呢，是因为我有很多的一卡口的镜头，其实我也可以看看同时发售的这个 A7CR 了，但是因为预算超的太多，觉得实在是没有必要为了一台相机增加生活的压力。另外呢，索尼的这个 A7R5 的存在使我觉得 A7CR 的性价比还是有点低，而且我也特别的害怕那个高像素带来的数据处理能力和储存空间的暴涨这个也是我不能接受的。说到这个处理能力和储存空间，我就得说说我现在的电脑配置。那我一直使用的是一台2017年的 MacBook Pro 和一台10代的 i7 的台式机。苹果的 M 系列芯片也问世好几年了，我还没有认真的体验过。于是我在网上看了一下苹果电脑的报价，发现在网上乞丐版的 Mac mini 竟然不到3000块钱，于是我下单了一台。那么我买相机的预算呢，也就减少了2900块钱，就到了9000块钱左右。那不到1万的预算想买全画幅实在是捉襟见肘特别是如果脱离了一卡口，我还要加上镜头的价格，这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也只能退而求其次，看一下其他的便携一点的相机， APS-C 的或者1英寸的。于是我就看了以下的几款相机，首先是理光的 GR3、GR3X， 还有索尼的黑卡7，以及索尼的 ZV-E2，然后还有佳能的 G7X3、DJI 的 Pocket 3和1英寸的手机。接下来我就分别的说一下为什么我没有选择以上我说的这些相机。先说理光 GR， 为什么我没有选择呢？因为这个相机它只能照片，它的视频能力基本就是一个摆设。我现在日常可能视频占的比例还是要更高一些的，所以理光 GR 我就 pass 掉了。那黑卡7是这个1英寸当之无愧的王者，当然它也是缺货王，它有这个和 A7C2 一样的这个加价的问题所以我也 pass 掉它了。就是索尼的 ZV-E2 这个相机呢，我在体验店里摸了一下真机，我觉得这个体验呢有点像我之前佳能的 G7X2 的体验但是呢改变了焦段，有更好的这个对焦和更好的这个视频编码，但是我觉得似乎好像缺了点什么我觉得主要缺的就是那种精致感。这个相机给我一种不是特别精致的感觉，不是特别的舒服，所以我也没有选择这台相机。那接下来我就是去看了同样这个 G7X2 的升级款的 G7X3，那我就发现这个 G7X3 比2也只是增加了这个视频的编码，还有这个麦克风的一个接口。那其他的包括对焦性能，我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感觉这个2代的对焦好像比3代还强了一点。我已经有2代了，就没有必要再去买3代了，所以我也就 pass 掉了。DJI 的 Pocket 这个相机在我当时买的时候还没有发售，我一直是在等它，但是它没有发售，直到我买完了这个 iPhone 15将近1个月它才发售。所以我未来呢，等我再有预算我还是会买这个相机的。那再来就是看了一些1英寸的手机，那我主要看的是小米13 Ultra。这个手机给我的印象有一些不好，因为沉重和硕大的这种感觉，握着它的手感甚至感觉
握着这种1英寸卡片机的这种感觉。而且我也研究了一下它的相关的这个摄影配件和这个 APP， 因为它是安卓的，我之前一直用 iOS， 所以它的这个 APP 我要重新的去摸索，它的很多摄影配件也没有 iPhone 那么丰富。那最后我就又回到了苹果商店，又看到了我退掉的那台 iPhone 15 Pro Max， 但是我已经没有足够的预算去买回它，因为我买了一台电脑嘛。所以正当我在淘宝闲逛寻找下一个目标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样的一种 iPhone， 它是这种美版的 iPhone， 它没有这个 SIM 卡槽，而价格竟然出奇的便宜。像这台这个 512G 的，它竟然是一个7000不到的价格。我心想着反正我买回来是做相机用的，不准备拿它当手机用，那么它不能插卡，对我的影响也不大。于是我就下单了，就用了这个7000块的价钱买回了我之前11999退掉的设备。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总结了一些使用 iPhone 专门做相机的优点和缺点。因为上一个视频我说的都是缺点，很多人过来骂我，那这次我就先说优点。优点首先，便携性是秒杀所有的相机的，除了运动相机，手机的便携性这个就不多说。第二呢，它配合这个 iCloud 可以直接的融入生活，甚至很多素材都不用拷了，特别照片的这种素材。第三呢，就是它的 APP 众多。那现在我录视频经常会用的就是这个 Blackmagic Camera， 这是达芬奇的这款软件。机内录 Apple 的 ProRes Log， 还可以有防抖、有遥控，各种功能真的是应有尽有。而且软件的更新频率特别的快，它之前连中文版都没有，现在呢它不仅更新了中文版，而且用起来也比之前要舒服的很多。它很多细微的功能，甚至每周都会更新3次这样的频率，更新频率真的是秒杀所有的相机厂商。还有一点就是它有超过所有相机的屏幕，这点不用过多的解释。第5个优点，它的易用性非常的强你不用特意的教别人，当你需要让别人帮你拍一段录像或者帮你拍一段视频的时候，家人甚至路人随时都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助，上手就拍摄，不需要教他们。第6个优点，它可以进行一些机内的编辑、P 图或者轻度的视频剪辑，也是完全的胜任的。第7个优点就是它可以 WiFi 上网，可以直接上传或者发布你拍的短视频这些作品，而且它可以连接直播的平台用来直播当然手机都是可以用来直播的。第8个优点就是 iPhone 的摄影配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甚至不输专业的相机。我这里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种配件，像我这个兔龙，随时真的非常迅速，马上就可以组装，就可以拍摄这样就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些什么手机壳、滤镜耳机、各种连接器，像这种 Type-C 接口的这种麦克风就可以直接的连在上面就可以使用，非常的方便，而且不用什么其他的设置，而且价钱又非常的便宜，丰俭由人可以说。如果说有什么数码产品，它的第三方配件是最丰富的，那一定就是 iPhone。第9个优点，因为我完全拿它来当相机用，我就可以节省我自己平时用的手机的电量。所谓左手工作，右手生活需要使生活可以帮工作开个热点。第10个优点就是在特定的场合使用手机拍摄，它不引人注目，比较轻度的设备吧，还是。那第11个优点就是由于它已经有了3颗镜头，所以除非很特别的需要，不需要购买镜头除非你要买那种什么黑柔镜或者是什么电影变形镜，这些我看网上都是有的，但是我觉得那样就背离了我使用手机的初衷。如果还要装镜头，那我不如直接就使用相机来做这件事儿。第12个优点，它可以直接连接读卡器来录制，把这个 Apple ProRes 就录制在卡里面，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得一个和相机差不多的这样的体验而且这个配件非常的多，像我这样连接了一个读卡器 TF 卡，把小的 TF 卡放在读卡器里我就直接可以外录在这个卡里了。可以看一下这个 USB-C 已经显示出来了，256G 的卡只能录18分钟的 Apple ProRes，
这个还是相当的大哈。在获得类似相机的存储体验的同时呢，它的视频和照片还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功能的。我们知道相机如果想要这个功能，可能是要连接其他的附件才能实现。第13个优点就跟照相没啥关系了，因为它是一部 iPhone 嘛，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大号的 iPod Touch 来使用，可以娱乐，可以用来做导航，或者用来上网冲浪，对，看视频都可以。如果配合这个移动热点，用这个东西玩一玩，还是非常的舒服的。那再接下来是缺点，首先第一个缺点，它的光学素质和画质当然是不如全画幅或者 APS-C 的相机了，特别是在高感和一些逆光的情况，它的这个鬼影的问题还是非常的严重，它的郊外的效果也不如传统的这种大光圈的全画幅镜头拍出来的要好啊。虽然它已经可以接近以假乱真了但是它还是经不起细看。那么它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新增的这个5倍长焦画质是有点差了，这个画质可以说是奇差，在相机上很难见到这么差的画质。那还有第二个缺点，就是它不能使甲方快乐，即便是给它配上了兔笼，看起来很专业的样子，我们也没有办法使用它来做任何的商业活动。那第3个缺点呢，就是它的价格比较贵，保值率呢也低于传统的相机特别是索尼的相机，前些年都号称理财产品。手机的保值率当然是不如相机了。第4点就是它的普通模式的拍照和视频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就很有那种电子手机味儿。如果你想追求风格化的照片或者视频，你就需要很多的 APP， 有一些 APP 它是收费才能用的。在我已经用了这么多 APP 的情况下，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单纯要买一个 iPhone 就用来拍照的话，这部分开销还是需要考虑的。iPhone 是一部手机尽管你有了很多 APP 可以辅助你的创作，但是它也依然比一个相机要更考验拍摄者的能力像我就很难拍出好看的照片我觉得还是因为我的能力不足。第5个缺点，如果你使用安装了 SIM 卡的 iPhone 的话进行拍摄的工作，那你可能会被电话或者其他的什么消息断工作，这个是非常非常让人难过的。你能想象吗？正在拍摄视频的时候突然来了电话，所以想要拿这个拍摄视频，尽量还是把它挂到这个勿扰模式来使用。这不插卡的 iPhone 它也是支持这个 FaceTime 功能的，所以如果移动 WiFi 连着网的话，用它进行拍摄的时候还是有可能被呼叫打断的。所以我就关掉了它的这个 FaceTime 的这个功能，单纯把它当成相机来用，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我是想买一部相机的，最后呢，我买回了我退掉的那台手机。我觉得这个经历呢，看似蹊跷，但其实是必然的。这个事儿往小了说，是我个人总是偏向于越活越简单，或者说是路径依赖，也可以说成是懒惰成性。我不喜欢在不同的系统操作逻辑当中反复的横跳，我也不想学习一个新的操作逻辑，最好是我已经知道并且已经习惯的。所以我选择回了手机，原因就是有哪一部相机能超越人们对智能手机的使用时间呢？又有哪一部相机有可以媲美 iOS 的系统呢？对于不专业的我，全画幅相机的各种功能其实已经溢出了太多了，而 iPhone 15由于升级出了 Apple ProRes Log 这种刚刚好我可以玩一玩的功能，也不需要太多的学习成本，我也完全掌握它的操作逻辑，更加不需要携带沉重的设备，而且这些丰富的配件和 iOS 生态使它比传统相机有更多的可玩性。那么下一集我会分享一些使用 iPhone 拍摄的这些配件，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那么最后我想说，所有的摄影设备都是需要对应的摄影题材。iPhone 之所以对我刚刚好，也是因为我那个既要又要的性格，最终我只能回到了那台我退掉的设备。所以这就是结尾吧，谢谢大家，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用的话，欢迎点赞关注227玩家，我是大宇，再见。